巴西要拿美国根基开刀，如果中俄能完成一件事，霸权将走入绝境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。自从巴西版的国会山暴乱事件后呢，巴西政府就对美国非常厌恶啊，因为有种种迹象显示这场暴乱事件背后呢有美国的身影啊。其实美国这么做的目的也很明显，就是企图用颠覆政权的方式来掌控巴西，而且这种手段呢也是美国多年来的拿手好戏。近日巴西政府就公开宣布，已经与中国达成了一项合作协议，那么今后中巴之间的双边贸易将不会再使用美元结算体系。巴西这番表态透露出两个重要信号，首先就是巴西正在全面靠向中国，当然这并不意外，因为选择与中国进行贸易合作的国家获得了许多利益和好处，而中国尊重他国、重视承诺的态度更是让各国越来越信赖。要知道，美国一直把美洲国家视为自己的后花园，完全不容任何人染指。那么此前有任何美洲国家敢忤逆美国，必然会遭到疯狂打压。古巴和委内瑞拉就是很好的例子，明明有非常丰富的资源，但是在美国打压之下，这两国的经济始终是不见进展，甚至为了应对美国的军事威胁，还必须投入不少的军费开支来维护自身安全。但是随着中国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正式建交，以及南美国家巴西全面靠向中国，美国所谓的大后方已经变得不那么牢靠。其次，虽然现在只是中巴之间的双边贸易不会再使用美元结算体系，但这已经是在动摇美元结算体系的根基了。为何美元结算体系能够成为国际上公认的贸易结算体系机制呢？就是因为美国在国际社会上强大的影响力，以及美国经济令人足够放心的信誉度。但是美国这些年来倒行逆施，不仅频繁地发动不义之战，而且还不断利用各种手段榨取他国利益。就算美国四处敛财，也没有阻止经济的不断衰落，而美债更是被世界各国疯狂的抛售，所以大家对美元已经失去了信任。去美元化呢，逐渐成为了各国重要对待的问题。当然，更令美国不能接受的是，已经有大量国家在寻求与中国加深合作。此前，伊朗在加入上合组织时就提了一个建议，希望中俄能够打造一个新的贸易结算体系，来取代美元的贸易体系。俄罗斯当时呢也是非常赞同。前些时候，白俄总统也提出了建议，希望中俄白能够打造工业一体化体系，以此来吸引更多的国家，同时也可以打破西方霸权的垄断地位。最近中俄接连在工业上的合作呢，似乎就是在朝这个方向努力的，所以巴西会突然靠向中国，只是大势所趋下的选择。当然，美国毕竟是称霸世界多年，俗话说得好，瘦死的骆驼还比马大。短时间内，你想把美国拉下霸权宝座，那是不太可能的。但是从巴西以及其他国家所表达出来的态度来看，反霸权阵营正在形成，反霸权的动作也在不断增加，留给霸权的时间不多了。只要中俄能够真的构建出一套良好的工业一体化机制，吸引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，那么美国的霸权就必然会走到绝境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、转发，留下你的精彩评论。